意大利黑帮的斗争已经到战争级别，就连市长他们也是说杀就杀，胆敢招惹他们便会被火箭筒抄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约翰。意大利黑帮神作《格莫拉》第4季为你奉上。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农夫老头，居然连市长都能随叫随到。这个市长是由老头力保当选，但是现在很明显翅膀硬了，不想再听从农夫老头的指挥。于是市长刚刚出门，老头的儿子便抬手一枪，随后将市长拉到采石场，再来一颗小香瓜，接着倒入大量碎石，就这样彻底毁尸灭迹。续接上季，西罗为了保护杰尼揽下了所有罪名。恩佐虽然不舍，却不得不为姐姐报仇，于是逼着杰尼动手，对着西罗胸口开了一枪，将他扔进了海里。事后杰尼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而是来到西罗第一次带他开枪的地方，一个人偷偷哭了很久。两人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人，而且有时杀得你死我活，但20年亦师亦友的交情却不是随便可以磨灭的。平复情绪后，杰尼回到家告诉妻子，西罗因为保护我们而死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孤立无援了。另一边，自联盟大佬与西罗死后，恩佐宣布退出联盟，打算自己单干与联盟互不干涉。虽然眼镜不太乐意，但由于恩佐目前实力强大，现在开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兄弟两人暗杀了联盟前首领，现在他们拥有最大的话语权。眼镜召集了联盟的所有首领，许以重力堵住了大家的质疑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恩佐同样也没闲着，跟着杰尼来到了西罗落水的地方。恩佐诚恳地告诉杰尼，联盟的人并不打算放过他，现在他们只有合作才能抗衡联盟。一番商谈后，两人达成了合作。杰尼得知了联盟想要对自己动手的消息，马上召集手下开会。小弟尼古拉表态要把他们干掉，没想到杰尼表示反对，让他们各自隐藏好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杰尼说，我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，但是不会让你们淋湿，等我安排好了通知你们。老大都发话了，小弟们只能同意。就这样，两个黑帮小弟蒙面持枪闯入一家百货商店，不知道的老板还以为是打劫，结果小弟只是拿走了一只宠物鸟，并且不情愿地给了老板一大笔钱，随后匆匆离开。杰尼和西亚在车里商议，西亚觉得有什么想法最好和小弟们说开。杰尼已经逐步成长为领袖，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，领头人就像父亲，有时候不需要向孩子解释问题，但是必须去解决它。这时抢劫小鸟的小弟回来了，原来一切都是杰尼指使的，他要拿这种罕见的鸟做礼物送人。杰尼带着西亚来到了意大利最南部的西西里，这也是一开头杀死市长的农夫家里。这时正值午餐时间，大家看到杰尼的到来都很惊讶，原来农夫是杰尼的姨父。由于农夫和老彼得的关系并不愉快，两家人来往甚少。杰尼如实告诉姨父，那不勒斯有人找我麻烦，寻求农夫的帮助。随后拿出小鸟投其所好。农夫虽然看不惯他父亲，但是对杰尼母子一直都很好，表示所有的事情都包在他身上。这里西亚认识了农夫的儿子米奇，两人初次见面，但是对彼此都有好感。农夫的手下开始行动，先是偷了一辆车来到了采石场，他们已经打听到了眼镜弟弟二愣子的下落。采石场里有的就是炸药，而这群小弟个个都是爆破小能手。在车里安装好定时炸弹后，他们花高价收买了二愣子社区的一名住户，让他把车开到二愣子总部引爆。就这样，女人带着孩子从西西里开车到那不勒斯，途中盘查的小弟们也只是简单的应付了事。才停好车，女人就看到了二愣子和他几个小弟们。见到目标，他立刻掏出对讲机引爆炸药。幸运的是，二愣子刚巧进去店里买彩票，躲过了一劫。但是手下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现场到处都是人体残肢，场面惨不忍睹。这个大佬是当年杰尼和西罗谈判的担保人，也是眼镜和二愣子的亲叔叔。眼镜已经查到是西西里人干的，并且知道了杰尼和他们的关系。大佬表示西西里人很强，跟他们开战没有胜的把握，由我出面担保你们和杰尼谈判解决。在大佬的担保下，三方势力来到西西里农夫的农场。杰尼提出和谈条件，第一肯定是和平，因为战争根本没法做生意。第二就是斯坎迪亚诺地区独立出来，交给西亚负责，大家都可以从他手里低价批发优质面粉。二愣子很是不解，这样做对杰尼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而杰尼已经有了雄心壮志，他表示自己暂时会消失，所有事情西亚会全权处理。随后杰尼带着妻子来到一处烂尾的机场，他要接手修建那不勒斯最大的机场。为了妻子跟孩子，他必须要将生意走向合法化。他马上找到了建筑领域的佼佼者老布加入合伙。老布如今负债累累，杰尼的到来简直就是他的救世主。老布又领来一位高材生小美。就在杰尼等人全力筹备材料审批的时候，两个15、16岁的少年持枪来到一家足疗室，强行控制了里面的人，将这里洗劫一空。另一边，因为之前的谈判，西亚现在成为了整个斯坎迪亚诺地区的地下女王，不只是负责面粉生意，她同时还会帮这里的民众解决一些麻烦。少年抢劫的事很快传到了西亚的耳里，
很快他就抓到了这2个精神小伙。此时手下尼古拉正在暴揍他们。在得知这2个孩子没有父母和姐姐相依为命后，西亚不禁想起自己的家庭，于是就给了他们一次机会，让2个少年跟随自己工作。不料这2个少年却有些好高骛远，每天卖出的面粉还不如别人的一半。尼古拉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们，而精神小伙们还埋怨自己的收入太少。为了在妹子面前有面子，他俩来到福尔切拉恩佐的地盘，发现了兜售面粉的小弟，上前拳打脚踢抢走了他的面粉。恩佐的小弟们没想到居然有人胆大包天，很快召集人手追赶起来。2个少年丢下摩托车，跑到一个废旧仓库躲了起来。但是这个地区全是恩佐的父老街坊眼线，马上就指出了少年的位置。恩佐带人前来将2个少年抓出来揍了一顿。为了活命，少年报出西亚的名号。恩佐虽然很愤怒，但是西亚的面子还是要给，他最终放走了2人。得知消息，西亚气疯了，已经给过你们机会，不但不珍惜，反而到处乱打我的名号。西亚掏出枪，随后面无表情的转身，告诉恩佐已经处理了。现在的西亚已经完全熟悉了黑道法则，走私的手段层出不穷。伦敦海关经过严密勘查，这几尊意大利运输过来的雕像没有任何问题。但随着特殊药水的清洗下，一具金光闪闪的雕像映入眼帘。再经过融化重塑，雕像变成一块块金砖，送到杰尼的手中作为收购资金。杰尼和老布已经来到伦敦，修建机场的所有手续已经齐全，现在就差一个跨国集团的资质。于是老布约见了伦敦中间人丽娜，他与里克已经联系到一家市值2000万英镑的跨国集团，可以在短时间过户给杰尼。他们都是老布多年的朋友，杰尼表示很放心。随后约见了这个跨国集团的大股东，经过小丽的不断劝说，加上高额的回扣，2个股东表示一定会让董事会达成出售协议。杰尼一行人一直等到晚上，丽娜和里克终于现身，表示董事会已经通过协议，他们可以随时付款签合同。第2天，杰尼便带人来到保险室，取走所有金砖交给中间人。随后，丽娜和里克带来合同，双方正式交易成功。经验老道的老布要求查看所有文件合同，2个中间人不好拒绝，幸亏老布的提前查看。律师给杰尼打来电话，文件不齐全。等到老布想联系中间人问问的时候，2人的电话已经打不通。杰尼几人马上赶到中间人的公司，这里已经人去楼空。小丽赶紧和跨国集团联系，结果对方压根都不知道杰尼是谁，他们被中间人骗了。好在杰尼早有准备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早就查到了丽娜的地址，趁着丽娜还没来得及跑，他逼问出了黄金的位置。另一中间人里克正在买机票，准备第2天逃走，结果听到破门动静，他马上拿起护照逃走，手下追了出去，开枪打死了里克。中间人到死也没想到，他们惹到的不是普通商人。杰尼拿回了所有金砖，然后放开丽娜，要她10小时内帮自己完成交易，否则又要多一个小伙伴去见上帝。丽娜不敢再耍花样，很快完成了收购合同。杰尼的机场终于可以开工了，丽娜留着也没用，手下一脚油门撞飞了丽娜，然后又倒车碾压。运输面粉的手段越来越难以琢磨。西亚从俄罗斯运来几块大石头，切出裂缝，工人们将石块撬开，随后仔细凿开，一袋袋面粉便出现在眼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西亚已经和米奇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米奇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杰尼的家人非常双标，明明自己也是黑帮头子，却对西亚的事业非常不满，尤其是得知西亚不信天主教，更加引起米奇家人的不满。最后农夫告诉西亚，米奇拥有高贵的血统，让西亚做好毒枭，不要想着嫁到自己家族。西亚虽然很难过，但是生意不能耽误。就在他准备去仓库看看新到的面粉时，突然几辆警车加速而过。西亚意识到出事了，马上打电话给尼古拉，让他赶紧撤退。尼古拉慌忙通知小弟的逃跑，但是警方早已经堵住门口，当场就抓捕了几个小弟。尼古拉和小弟玩命的狂奔，翻过围墙才逃过一劫。警察撬开货车底部挡板，搜出满满一层的面粉。西亚知道出大事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内鬼，让尼古拉通知其他家族召开紧急会议。很快，恩佐家族、农夫家族还有眼镜兄弟抵达了斯坎迪亚诺。西亚表示，这次损失由我自己承担，让大家坚持1个月，1个月后新货一定会到。恩佐家族和农夫家族同意了这个建议，但是会后眼镜兄弟找到了西亚。恩佐那伙人因为有杰尼照顾，承包了很多建筑工程，当然不着急，而他们可等不了1个月，1个礼拜如果还没货，他们就要打破联盟协议，从别的渠道重新进货。西亚无奈只能动用隐藏资金，但是最后经过一番统计，距离下一批货款还是差50万欧元。西亚没有办法，只能约见杰尼，寻求杰尼支援点资金。杰尼对他说：“做我们这行朋友很少，想咬你的毒蛇却很多。眼镜兄弟现在就想打破和平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，维持联盟和平局面。杰尼会拿出钱补上窟窿，但是要求西亚一定要查出内奸。”第2天，小丽就给西亚送来了50万欧元，然后警告他记住以前的身份，是杰尼给了你这个机会，再搞砸你知道后果的。
西亚随后交代尼古拉钱已经凑齐，抓紧让俄罗斯供货。尼古拉知道出了内奸，虽然西亚没有明确说怀疑自己，但是还是想调查清楚，消除隔阂。他通过警方内线发现上次被警方查获的面粉重新流入了市场，这让尼古拉很惊讶。他和小弟根据线人提供的地址来到了非洲帮的地盘，一个朋友带他进入屋内，见到了帮派老大。尼古拉说自己是来买面粉的，老大挥挥手拿过来一袋面粉，包装正是西亚被查缴的那一批。他当场表示先买1公斤，如果能告诉我货源渠道，我们斯坎迪亚诺会给高额回报。黑老大让他回去等电话。尼古拉马上来到福尔切拉，刚刚进入地盘便被他的小弟们盯上。尼古拉告诉恩佐面粉重回市场的事情，说明幕后黑手黑白通吃，权力很大，可以不上交缴获的面粉，这分明就是在挑起联盟战争，破坏联盟。西亚现在怀疑自己是警方内线，尼古拉想要恩佐帮忙拿到证据以证自己清白，但恩佐却拒绝了尼古拉，这让二当家瓦莱很生气。如果真有幕后黑手，大家就应该团结行动。他觉得恩佐已经完全变得自私自利。非洲帮打来电话要尼古拉过来交易，并且会告诉他供货之人，哪知道尼古拉刚刚进入大门，小弟被当场打死，尼古拉也被控制住。来人正是杰尼姨父家的2个表哥，原来一切都是他们幕后主使。2人用尼古拉的家人威胁，让他回去干掉西亚，取代他成为老大。尼古拉不明白他们的目的，但是家人被他们监视，尼古拉只好同意。另一边，米奇的妹妹发现了父亲和2个哥哥的秘密，打电话给米奇，仅仅是因为家族不满意西亚当儿媳，父亲就开始设计除掉他。尼古拉知道此行凶险，把所有的积蓄拿给姐姐，如果自己回不来，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和弟妹。就在尼古拉准备去干掉西亚的路上，米奇及时赶到，在路上拦住了尼古拉，要他跟自己走去找父亲和2个哥哥谈谈。米奇怒气冲冲地带着尼古拉找到2个哥哥对峙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除掉西亚，但是哥哥解释这是父亲的意思，问米奇到底跟谁站在一边。米奇一时无法抉择。尼古拉进了贼窝，见状不对，想要跑路，米奇却掏出了枪。接着他回到西亚家里，谎称尼古拉是内奸，想联合自己的2个哥哥对付西亚，被他拒绝给干掉了，说的大义凛然。西亚最终还是相信了他，然后告诉米奇自己已经有了他的孩子。米奇得知消息，马上找到老父亲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总不能再对西亚下手了。农夫长叹一口气，决定不再管他俩的事情。西亚的货一直没有到，让恩佐帮派难免有些人心浮动，大家赚快钱习惯了，都在议论纷纷，西亚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恩佐知道必须稳住兄弟们的心，他跟西罗学到很多东西，拦路打劫更是强项，让大家稍安勿躁，自己安排好了就行动。于是在一天晚上，恩佐带着兄弟们全副武装，准备去打劫运钞车。瓦莱有点担心，毕竟都没经过周密计划，恩佐却信誓旦旦，认为自己早已布置妥当。运钞车没过多久被一辆侧翻的轿车拦住了去路，小弟们冲出去就对着运钞车哐哐一顿射，哪知道运钞车是防弹玻璃，根本无法打穿。恩佐的车也跟了上来，大家一起下车逼迫司机开门，这种情况哪里敢开门？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突然运钞车的押运队出现，小弟们慌忙开枪对准车辆疯狂扫射，但是押运队毕竟是专业训练，不但没有被击中，反而打倒了1名骨干。运钞车打不开，押运队短时间无法解决，恩佐只好救起受伤的兄弟。在小弟们的掩护下，大家纷纷上车，一脚油门撞开自己设置的路障，逃离现场。恩佐慌忙将骨干送到医院，但是目前看来情况并不乐观。医院门口兄弟们围了过来，都觉得行动有点冒失，不知道怎么对被抢救的兄弟家人交代。就连关系最好的瓦莱都在质疑恩佐，为什么连防弹车、武装押运等事项都没有考虑到。2人大吵了一架，瓦莱觉得恩佐最近越来越盲目自大，恐怕会拖累兄弟，引起大家不满。由于恩佐的盲目行动导致骨干受伤，医院一夜抢救依然无力回天。面对骨干妻子的悲痛欲绝，恩佐几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劝慰。随后除了恩佐，所有帮派的核心成员展开会议，以大胡子为首的几人已经不满恩佐的领导，强烈建议换掉恩佐，重选老大。骨干之一帅强不愿意造反，独自离开。瓦莱看出大家心思，让大家别冲动。大胡子想着自立门户，瓦莱表面附和支持，但是此事重大，况且上次警察查抄西亚，背后还有一股神秘力量没搞清楚，自己去找眼镜兄弟结盟，让大胡子等消息。帅强已经将兄弟们不满的话传给恩佐，恩佐认为大胡子几人和自己一起长大，最多发发牢骚，不必当真。最近经常和瓦莱吵架，他开始猜忌瓦莱会不会有疑心。这时电话响起，西亚的货到了，随着新一批面粉到货，又有钱赚了。恩佐的帮派总算暂时稳定了一些。此时瓦莱见到了二愣子眼镜，一会面就开门见山，表示兄弟们早看不惯恩佐，准备和大胡子自立门户，然后想和二愣子眼镜结盟，除掉恩佐，干掉西亚，然后平分市场。眼镜兄弟表示我们幕后有靠山，需要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。
瓦莱一回去，恩佐就问他跑哪去了。他当然不能说实话，谎称父亲生病糊弄了过去。随后告诉大胡子眼镜兄弟说会考虑结盟，并交代大胡子恩佐要是有所警觉，要第一时间通知他。恩佐已经不再相信瓦莱，他和帅强一起来到瓦莱的家，结果门一打开，瓦莱父亲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这里。恩佐马上明白瓦莱欺骗了自己，一回到大本营，恩佐就下令全天监视瓦莱。大胡子并没有向瓦莱通知，飞机头不能理解，不是应该告诉瓦莱恩佐已经怀疑他了吗？大胡子却已经有了私心，如果自立门户除掉瓦莱，就除掉一个当老大的对手。瓦莱和眼镜兄弟联系多个朋友，总比多个敌人好。眼镜答应约出幕后之人，要瓦莱晚上一起见面。瓦莱马上告诉大胡子晚上见面的消息，不料一转头，大胡子就将瓦莱出卖，把他私下和眼镜小弟见面的消息告诉了恩佐。恩佐很生气，吩咐大胡子把瓦莱抓回来。幸运的是，瓦莱从父亲口中得知恩佐来过家里，意识到恩佐开始怀疑自己，他拿出一个信封交给父亲保管。晚上，瓦莱带着大胡子几人与眼镜会面，在此期间，他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。一进入屋内，幕后之人农夫家族出现，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，突然枪声响起，瓦莱被大胡子一枪爆头。大胡子高举双手丢下枪，表示这是个阴谋。瓦莱的口袋正在录音，他就想帮恩佐查出幕后黑手。小弟查看口袋，果然手机在录音。大胡子表示继续联盟，我们一起除掉恩佐和西亚。农夫家族两兄弟想了一下，盟友总归越多越好，答应和大胡子结盟。大胡子回去对恩佐说，瓦莱想要逃跑，被我们几个给打死了。就因为猜忌，恩佐失去了最支持自己的兄弟。这天是西亚结婚的日子，虽然农夫家族不太能接受，但是生米煮成熟饭，婚礼还是如期举行。杰尼又是男方亲戚又是女方上司，作为新婚礼物，他将斯坎迪亚诺地区全权交给西亚。他不再过问，不再抽成，将自己与黑帮彻底脱离。而老布那边因为突然翻身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这让警方开始怀疑他资金的合法性。随着调查深入，由于公司明面上是老布出面，杰尼怕连累自己，在老布的刹车上做了手脚。老布开车途中失去控制，坠入悬崖死亡，至此线索中断。二愣子收到大胡的消息，西亚刚刚给恩佐送来1瓶面粉，二愣子马上带人准备里应外合抢过来。二愣子带着小弟进入了福尔切拉，由于大胡子的准确情报，小弟们很快找到一个个面粉藏匿点，顺利的拿走一袋袋面粉。没有人会想到有人敢抢劫，看守小弟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爆头，几乎一点面粉不给恩佐留下。行动非常顺利，二愣子带着小弟撤离。这次事件闹得很大，杰尼从新闻得知消息，在那一瞬间，杰尼本已隐退的心又开始激动，所有的货被一夜抢光，这下必须要与眼镜兄弟开战了。恩佐让大家等消息，自己准备找西亚结盟。西亚也知道了昨晚的事，但是当时联盟成立的时候，大家就有协议，斯坎迪亚诺地区保持中立，不参与帮派争斗。恩佐最终失望而归。杰尼这边由于老布死了，开始交代小美成为新的主席，由他全权出面负责机场项目。杰尼仿佛另有打算。另一边，恩佐得到了二愣子位置的消息，立刻带领帮派众人一起刺杀二愣子。然而就在恩佐寻找二愣子的时候，大胡子却悄悄打开了侧门，原来这是他和大南串通好的陷阱，准备把恩佐引过来干掉。恩佐进入包间没有发现大南，正在奇怪的时候，外面已经与二愣子交上火。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又被打死一个，恩佐一时间愣住了。双方你来我往的射击始终僵持不下，小弟罗尼知道耗下去很危险，拖着发呆的恩佐离开。刺杀行动失败，二愣子的伏击也失败了。大胡子很愤怒地找到眼镜兄弟，这次伏击失败，恩佐一定会倍加警觉。二愣子问他为什么你不自己干掉恩佐，大胡子说没有人会选择叛徒当老大。这时瓦莱的父亲找到恩佐，交给他瓦莱生前留下的信封。此刻他终于明白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恩佐开始行动，他吩咐手下各司其职，维持帮派稳定局面。他自己要去进一批新的面粉，保证生意正常运转。由于帅强的孩子即将出生，大胡子主动要求陪恩佐去进货。大胡子拨通了二愣子的电话，汇报了恩佐交易的地址。二愣子马上召集人手出发。恩佐两人到达了交易点，大胡子已经悄悄掏出了枪。恩佐进入里屋的时候，二愣子已经出现在前方，他宣布了恩佐的死亡。大胡子刚要掏出枪，就被埋伏已久的罗尼打断了。这都是恩佐设下的计谋，故意引来二愣子将他活捉，揭露了大胡子的真面目。恩佐从瓦莱留下的信件得知了真相，随后罗尼开枪打死了大胡子。得知二愣子被抓，眼镜勃然大怒，威胁飞机头要是找不到二愣子，会让他俩陪葬。恩佐将二愣子吊了起来，
开始了严刑拷打，问出了幕后黑手就是西西里农夫家族。这时帅强接到电话，老婆就要生了，恩佐让他先去医院。没想到帅强刚刚到达医院，飞机头和几个背叛小弟就出现在这里，开始以兄弟情谊循循善诱帅强加入眼镜。此时电话响起，帅强用暗语表示这里很危险，恩佐马上明白过来，要手下赶紧撤离。帅强佯装同意加入背叛组织，告诉了他们恩佐的地址。恩佐带着仅剩的几个小弟来找西亚求助，他带来了二愣子从他口中得知，袭击自己面粉仓库的居然是丈夫的农夫家族，这让他很惊讶。那么这场婚姻是不是阴谋呢？由于小弟的背叛，福尔切拉地区已经落入了眼镜手里，恩佐表示下一个就会是你的地盘。说完掏出枪打死了二愣子。现在的西亚不可能再保持中立了，农夫家族叫来米奇共进晚餐。借助眼镜农夫已经拿下了福尔切拉地区，现在轮到西亚的斯坎迪亚诺，他给儿子下达死命令，要他回去转到西亚，要么交出地盘老老实实做个妻子，要么就是一死。此言一出，把米奇都吓了一跳。西亚约见了杰尼，警察行动的背后是农夫家族，然后嫁祸杀害尼古拉与眼镜狼狈为奸，霸占了恩佐的地盘。他把这些情况通通告诉杰尼，杰尼问西亚接下来的打算，西亚表示他要誓死保卫地盘，与农夫家族决斗。因为是杰尼姨父，所以才见面商议。杰尼默许了他的决定。恩佐偷偷返回福尔切拉悼念死去的兄弟，帅强还留在帮派做卧底，等待时机夺回地盘。米奇带来了家族的口令，没想到很顺利。西亚表示为了孩子着想，他愿意退居幕后，将生意交给农夫家族。随后带着米奇给他介绍认识客户，让他了解面粉售卖流程以及财务对账等等，看上去就是要交出一切的样子。最后告诉米奇，恩佐曾经来向自己求助，现在还在福尔切拉，交出了恩佐的藏身点。米奇转头就将恩佐地址告诉了父亲。二哥汉克马上带人取出武器，准备去消灭恩佐残余力量。恩佐早已通过绿墙叫回了几个死忠小弟，大家都摩拳擦掌，准备赶走眼镜夺回地盘。恩佐收到了西亚的消息，农夫家族可能会对你藏身点进攻。杰尼终于决定回归，不能看着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被姨父家族夺走。现在机场建设由小美打理，杰尼召集了老下属，准备开始行动。此时农夫家族的人由汉克带队，已经来到了恩佐的藏身之所。汉克带着枪手们来到恩佐的藏身处，摆好阵型，就是一阵疯狂的输出，顿时整座房子千疮百孔。大家扫视了一会，发现没动静，于是一个小弟上前扔进一枚手雷，一声爆炸过后，众人小心翼翼进入查看，不料阳台外面突然响起枪声，小弟当场被打成了筛子。汉克知道这是个陷阱，刚想从前面撤退时，恩佐的小弟已经带人堵住了去路，前后都有伏击，汉克只好顺着阳台来到隔壁，慌忙从旁边逃走。在小弟们不断的追击下，汉克虽然中弹，但是总算侥幸逃出升天。黑暗中，两个神秘人来到农夫的庄园，先用油漆喷注摄像头，随后进入米奇大哥红毛的服装厂。红毛正在男女混合双打，枪手对准他就开枪，不料红毛直接拿女人挡子弹，躲过一劫。等到枪手想上前补枪的时候，保镖已经冲了过来，枪手只好边战边逃。刺杀行动失败，红毛劫后余生。恩佐亲自带着罗尼来到农夫的门外，农夫混迹江湖多年，已经感觉到门外有人。等到恩佐冲入的时候，农夫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然而就在恩佐准备离开之际，躲藏在暗处的农夫对他展开了伏击。随着枪声，保镖也赶了过来，恩佐知道只能撤退，两人骑上摩托车疯狂逃跑，还好遇上铁道红绿灯，差点被农夫家族的车追上。很快米奇就接到了家里被袭击的消息，听到对话才得知，米奇居然选择跟西亚站在一边，两人一起主导了这次杀爹行动。3个行动都失败，西亚知道农夫家族一定会怀疑到自己身上。杰尼带着老部下会见了一个神秘人，但是神秘人为了高度警惕，只派了2当家前来。杰尼表示自己重出江湖，希望能与神秘人合作，因为未来的战争会非常长远。他们对话可以得知，这个神秘人心狠手辣，曾经把敌人的心脏挖出吃掉。家族遇袭，米奇无论如何也要装模作样一下。他连夜开车返回西西里，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。但是恩佐的地址是西亚给的，结果去了中了埋伏。不管怎么解释，西亚都难以洗脱嫌疑。3处暗杀全部失败，这让西亚很恼火。现在农夫家族肯定万分警惕，想再动手不可能了。他让恩佐带人先隐藏起来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击。把地盘交给农夫家族的举动，只不过是这2口子麻痹农夫的障眼法。现在西亚已经被怀疑，只能保持高度警惕。农夫家族的报复很快开始了，他们本就是采石场发家，所以对于炸药使用的非常熟练。手下们深夜通过下水道进入了西亚的仓库，安装了大量炸弹。红毛汉克兄弟在对面的楼顶控制，只要西亚出现，马上就把他炸飞。为了防止误伤儿子，农夫特地给他安排了急事，让他出国处理。这让米奇很是担心，因为今天有新货到，
西亚照常来仓库查看，红毛兄弟正准备引爆炸弹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响起，大量警察出现在这里，涌入仓库逮捕了西亚和小弟。红毛两人只好放弃引爆计划。得知消息，杰尼非常的惊讶，西亚知道的太多了，万一他稍微松口，自己一定脱不了干系。西亚开始了牢狱生涯，刚刚进入牢房便被狱友认了出来。作为斯坎迪亚诺的老大，在这里自然备受尊敬，但是刚刚躺下，狱警便叫起了他。西亚以为是律师来了，结果来的是检察官。西亚表示什么都不会说。谈话中得知是丈夫米奇举报了这批货物，将西亚逮捕，因为他认为把西亚关进监狱中才能绝对安全，尤其是警察在他的仓库发现了大量的炸药。西亚非常惊讶丈夫的出卖，但是依然选择守口如瓶。杰尼得知了西亚被检察官审问的消息，目前西亚还是口风严谨，于是杰尼让手下安排一下，让西亚知道在狱中也不孤单。这天，农夫的妻子米奇的母亲来到监狱，向一名女囚嘱咐着什么。于是这天晚上送餐时间，这名女囚悄悄放了一把匕首在汤里，递给了一名囚犯。囚犯把汤倒掉，拿到了匕首。他们就是农夫安排在狱中除掉西亚的杀手。这所意大利的女子监狱，女毒枭西亚正在放风，但是农夫家族的2个杀手已经盯上了她。于是趁西亚落单的时候，杀手们尾随入内。一名杀手刚刚进入房间，里面早已埋伏好人手。原来杰尼早已得知消息，策反了一名杀手。随后西亚将杀手一顿暴揍，这也是西亚的计划。明明有孕在身，却故意大力踢打杀手，这就导致他肚子突然疼痛，瘫倒在地上。马上西亚就被救护车接走进了医院。杰尼的机场工程还在建设，大区主席带着各界领导前来视察。明面上由妻子出面，小美作为 CEO 接待这一切。杰尼远远地注视这一切，他觉得自己还是适合黑帮生活。第二天，杰尼告诉小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梦想交给你了，我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。西亚在医院疗养一番，已经没有了大碍，但是他没有回监狱，反而告诉警方他要与检察官见面。杰尼马上收到消息，这很表明了西亚的态度，必须在检察官那里把他救出来，否则再关回牢房永远就出不来了。警察和狱警押送着西亚来到检察官的办公室。西亚表示自己不想回监狱，检察官告诉他，除非你供出一个重大的犯罪线索，否则我们帮不了你。于是西亚加入了证人保护计划，警方为他找来律师，严密保护在海边的安全屋里。随后检察官摆好摄像机，开始对西亚进行审问，但是西亚只交代一些农夫家族无关痛痒的消息。检察官已经没有了耐心，他直接拿出杰尼的照片，让西亚交代他的犯罪事实。杰尼找到姨父，他知道农夫在警方高层有关系，想让他帮忙查出西亚安全屋的位置。不料姨父本来就恨不得西亚死，拒绝了杰尼。两家从一开始的互助帮忙，到现在农夫家族野心膨胀，想独占市场而变得骄傲。杰尼上次找的神秘人让2把手传来消息，神秘人能为杰尼效忠，深表荣幸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。言行举止对杰尼充满了尊敬，万事俱备，杰尼向妻子告别，他要夺回失去的家族尊严，感觉那里才是他的使命和梦想。虽然妻子非常不情愿，但是杰尼已经主意已定。由于眼镜和农夫家族结盟，所以通过眼镜，杰尼约来米奇，告诉他自己要把西亚救出来。你父亲不肯去查他的地址，那么作为丈夫你出面也能查到。作为回报，会把恩佐的藏匿点告诉眼镜，让他们去干掉这个心腹大患。帅强还在眼镜那里当卧底，他带来了背叛者飞机头。飞机头很后悔，希望能获得恩佐的原谅，并且带来消息，眼镜貌似已经知道你的藏身点，正在召集人手赶来，让恩佐赶紧撤离。恩佐马上发动摩托车往驻地赶去，眼镜带着人已经摸到驻地，一番寻找没有发现恩佐，只有2个小弟和女朋友红发妹。等到恩佐火急火燎地赶回来，冲进房间一看，小弟和红发妹已经被眼镜杀害。农夫这天带着妻子保镖外出，突然一辆车堵住了去路，随后冲出几名枪手，对着农夫的2辆车就开始疯狂扫射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前面保镖被当场打死，后方也出现了一辆汽车，堵住了撤退之路。随后杀手上前将农夫夫妇乱枪打死在车里，最小的女儿躲在车底逃过一劫。这一切都是杰尼主使，他拉出表妹让他回去告诉2个哥哥，杰尼家族回来了，西亚还在安全屋。警察告诉她，她丈夫米奇也要加入证人保护计划，马上也会来到安全屋。不一会，米奇被带到这里。让警方没想到的是，这就是个阴谋。杰尼手下一路跟踪米奇，得知了安全屋的位置。等到押送警察走后，2个杀手摸到了安全屋，西亚暗示保护守卫的位置，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杀手连开2枪打死了看守，救出了西亚。杰尼给西亚夫妇准备了飞机，让米奇先上飞机等待，他有话要跟西亚说。虽然西亚表示没有供出杰尼，但是杰尼始终不太相信。这时枪声响起，米奇被小弟开枪打死。西亚意识到不对劲，但是来不及了，杰尼不能容许一丝背叛的可能，最终开枪打死了西亚。由于杀了农夫，2个表哥肯定要报仇，加上不清楚西亚供出了什么，警方一定会抓捕自己。杰尼开车来到神秘人的地盘，在2把手的安排下住进了地下室，暂时避避风头。
至此，格莫拉第4季结束。我是约翰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